彰化王宫的养科业相当的有名，但是满地堆积的壳壳却成了让人很头痛的垃圾。当地有一名家庭主妇，透过巧手和巧思，让垃圾变成了有用之物。10年前，先生突然离世，留下了巨额债务。隔1年，他又发现自己罹癌，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他没有被击倒，而是为了2个孩子，只能撑着化疗的身体，从壳壳的清洗、曝晒、研磨，不断的实验，终于让壳壳变成了清洁粉、消毒剂等等绿色产品，也成为逆转人生、翻转家乡的希望。铁牛车穿越泥滩，一路开进退潮后的大海。我们的目的地是离岸边4-5公里外的养科场。有这蚵仔大概爱30-40分钟才会到，以前个过花的比的超10分钟就到。天气暖化，天气异常，各来风机的开发，所以它比较靠内陆的科田越来沙越填越高，所以不能养了。抵达科田，科农们正赶在涨潮前采收牡蛎。不像南部牡蛎垂挂在科架上，整日泡水。王宫蚵仔采平挂式养殖，退潮时科架才露出水面。王宫照潮汐1天有2遍嘛，一遍潮涨潮退潮，12点7，伊个大时间较慢，所以阮这蚵仔叫做珍珠蚵，嘛加做好食。这片海养出全台3成以上的蚵仔，却也堆出一座座灰白的壳壳山。100年来，曾是村民最头痛的垃圾。因咧收卡下去，因爱互咱钱。即摆毋是咱即摆量大，咱即摆量大，算讲就是吼，因就是拢囥在遐，互因来收安尼。爱收，因就是因去做加工做利用。咱新边这边工，咱这边乌白蛋安尼。无较早倒无路，拢有一个海边，拢倒啊规个。这些厚厚的壳壳看似无用，在卓淑慧眼里却是宝。成长速度比较慢，它钙的形成比较高。王宫的壳的钙大概碱度在45、46，南部的壳大概在32至35。你或许听过壳壳是天然抗菌材料，就是因为它富含碳酸钙。有人拿来做拖鞋、做衣服，卓淑慧把它变成清洁圣品、消毒神器。这个东西是碳酸钙嘛？经过我跟它高温烧结之后，它是氧化钙嘛？氧化钙碰到水，它就变成氢氧化钙。氢氧化钙它产生活性氧 O2 跟那个碱性基，那 O2 活性氧是在杀菌，那碱性基是在抑制细菌。有一天我脚无收，今仔唔足多的。足多，大家3楼。个头娇小、皮肤黝黑，总是笑脸迎人，看起来亲切的像邻家大姐。其实卓淑慧是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主席，谁能想到这位将壳壳点石成金的关键人物，原本只是帮先生记账的家庭主妇。我本来在建筑师事务所做建筑设计，做办公桌的，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其实嫁来这边，刚开始的10几年我也不用工作。先生早期养文蛤、斑节虾，但白点病毒重创养殖业，转战建筑业同样惨赔收场。1995年，夫妻俩参与渔村复利计划，为了改造王宫环境，卓淑慧负责将牡蛎壳回收再利用，而壳壳变身第一步就是享受日光浴。肥鹅料
它里面有一个像干贝那个闭合肌嘛，迄个，啊，搁掉入壳啊，啊，所以爱开2个月后，迄个把腐烂掉。全台1年产出12万吨蚵壳，王宫就占了40%。卓淑慧带我们来到合作社的堆制厂，这里每年处理2000吨废蚵壳，创造近1000万产值。收回来的壳不光要晒，还得出动小山猫翻动，晒干后一部分送去洗 SPA。就靠它的强力水柱，然后360度这样转嘛，它每个角度都可以洗到。然后这一台也有热水，还有加温。边洗边烫，反复6、7遍，换来一身白白净净。接着还要通过烈火的试炼。高温煅烧学问多，像是蚵壳不能装满，器皿之间要保持距离，这样才能均匀受热。以前不懂，盆子要先干燥，200度先烤干，然后再进炉，不可以冷冷的就进炉。会怎么样？它就会这样破掉，应该至少也有100个吧。光是研究怎么洗烧到几度，花了卓淑慧整整5年。应该说我研究10年了吧，大概5、6年就稳定了啦。从700、800、900、1000才 OK。它可以碳酸钙转化成氧化钙呀，要不然你温度不够的话，有的没有转过去呀。烧完后还要在炉子里冷却2天，烧到一捏就碎的程度，再进机器研磨。这个初级的有这个颗粒，是给那个做蛋鸡饲料的。它让蚵壳从环境负担变成有用的肥料饲料。就在一切步上轨道时，先生却因病离世，留下巨额债务。他一肩扛起家计，没想到隔年又迎来噩耗。对债务啊，很多事情啊，压力很大，很大。我连续肚子拉1年，大肠癌3期呀。其实自己本来心里就有数，不敢面对现实啊。当初医生说开完刀说，我剩半年的生命啊，因为我太多事情嘛，我不能死啊。所以那时候去医院做化疗，到最后我都带奶瓶回来打化疗的药。化疗期间，他人进工厂，从清洗、曝晒、煅烧到研磨，一步步摸索出蚵壳再生的秘密。牡蛎粉是天然的嘛，香皂也是用油、用碱去皂化。啊，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就是皂化的原理。那个农药也是都是一些油脂嘛，啊，我们跟它皂化了，就很容易冲洗出来。珍珠蚵粉能洗菜除农药，但初期它孤军奋战，说破嘴也没人信。直到遇见清华大学教授徐文光，在研究数据支持下，他用蚵壳开发出一系列消毒杀菌又不伤生态的产品。除了带动产业，他也推动生态旅游，号召在地居民带游客走访蚵田。蚵村的转型，他是推手之一。伫这海口，伊安尼算独当一面啊。一般你要换一个合作社是无遐简单。有时候我甲想讲，假设角色互换，我也没办法推展这么多的产品出来。不然人你弄到3次碰壁人，你都灰心啊。但是他毅力不错。我说咱的感觉呢10年没赚钱都还活下来。我觉得是老天爷留下来，我要做这个事业。因为如果我经济好，我不会去开发这种东西啦。啊，就是老天这样子把我折磨，啊，一步一步的逼我去开发东西出来啊。啊，我希望说把我蚵壳带入地方创生进来。好，我会开发一些跟蚵壳有关的课程。啊，搭配旅游，看能不能再把王宫的旅游再带上来。
渔村媳妇一路走来磨难不断，却在堆积的壳山里看见希望。她不只让废壳再生，也磨亮自己的人生。